自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掀起贸易战之后，中国国内的部分中低端产业在西方的主导下，不可避免地向越南境内转移，随之而起的就是互联网上甚嚣尘上的越南替代论。这类观点普遍认为，越南将会崛起，取代我国成为世界第2大制造业生产国。那么，越南真的有这样的潜力吗？它真的能够取代中国吗？接下来，我们就从各个维度逐一分析，看看越南是否有那个资格取代中国的经济地位。首先，我们从地缘军事上分析一下越南的处境。有朋友也许就纳闷了，谈经济就谈经济嘛，为什么要说到地缘军事呢？这是因为资本有2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追逐利润和躲避风险。其中，躲避风险的重要性要远在追逐利润之上。任何一个地方，无论你的发展前景再好，但是只要你这个地方不安全，资本就一定不会选择你。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吧，中国的人口红利是近几十年才有的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在此之前，资本不涌入中国呢？刨除毛主席时代的特殊情况之外，从改革开放到中国入世，在中间隔了整整23年时间。那时候外资为什么不大规模涌入中国呢？还不是因为中国的地缘环境不安全吗？苏联在我们的边境上屯兵100万，虎视眈眈，谁敢把钱投到这种国家？不怕哪天战争爆发打了水漂呀？苏联垮台之后，美国又是黄海危机，又是台海危机，各种幺蛾子不断。这样的环境，资本怎么放心进来？没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经济就不可能有发展。再说我们周边的香港、台湾、韩国为什么会在70年代突然爆发？还不是因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使得东亚的安全环境大为好转吗？这些原本处于冷战冲突前沿的国家，自然也就获得了发展的空间。越南同样也适用于这个道理。我们来看看越南周边的情况。越南这个国家地形狭长，背山面海，西边的2个国家老挝和柬埔寨是中国在东盟中关系最好的2个国家。当年越南入侵时，中国还对他们有过救命之恩。这些年来，一直与我们在越南问题上有共同话题。你说在面对越南这个共同的地缘威胁时，他们的屁股会站在哪一边呢？至于越南的北边，那更是直接跟我们中国接壤。1979年1个月内兵临城下的教训还历历在目呢。越南的南边就是跟我们有争议的南海地区。自2012年之后，中国已经逐渐取得了对南海的控制权。2016年南海对峙之后，更是彻底奠定了一家独大的地位。越南最大的靠山美国人早已经丧失了在这些区域的最大优势。真发生点什么，没人能救得了它。这就相当于越南东南西北4面8方全都在我们的包围之中，它的外部安全全都操于我手。中国要想打断这个国家的发展，那简直不要太容易了。故而笔者认为，美国扶持越南对付中国，绝对是一部大错特错的臭棋。谁能相信这样的国家能战胜中国呢？恐怕冲突一起，资本就提桶跑路了。越南哪怕出于他自身的利益考量，他也应该知道，与中国交好才是发展的王道。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在中美之间玩2选1的话，那么越南最终也只能选择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大家说它如何能够取代中国呢？同样的道理，那个被西方吹上天的印度也不行。印度的燕云16州、青藏高原一直牢牢地控制在中国的手里。虽然中国从来都没想过拿这块地方对印度做点什么，但是只要这种地缘威胁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印度的发展上限也就被牢牢锁死了。这2个被誉为最有可能取代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国家都是这副德行，那笔者实在想不出，除了他们俩，还有谁能取代中国的地位。说完地缘安全方面，我们再来说说政治方面。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笔者认为这句话其实并不完全准确。经济基础确实可以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同时上层建筑也是经济发展的保证。就拿我们的改革开放来说吧，在改革前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吗？没有，只能靠上层政治顶着压力，先打开一丝缝隙，让新的经济基础萌芽，最后才能茁壮成长。如果你不能做到，那不好意思，你这个经济基础很快就会被彻底掐死于萌芽中。而越南的革新开放一直都没有脱离过类似的困境，
他们的上层建筑一直都没有踩准节奏。我们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如果说经济发展是一株植被，那么上层建筑的政府就是一位园丁，这位园丁有义务为植被松土、浇水、修剪，可是越南政府这个园丁并不称职。当年越南建国的时候，是北方的社会主义阵营统一了南方的资本主义阵营，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当时的越共领导人李隼并没有选择对南方的资本主义余孽斩尽杀绝，相反还把他们成建制的保留了下来，并纳入了政府机关。这就导致了越南政府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种二极管思维，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以北方开国元老为代表的亲社会主义一派，对于走市场化路线一直心有余悸。由于这种思想作祟，这位园丁在发展经济的时候表现得过于谨慎，该施肥的时候不施肥，该浇水的时候不浇水。新加坡前任领导人李光耀先生就曾经说过，越南想要发展起来，必须要等到老一派领导人凋零之后才有可能。进入了21世纪之后，越南老一派领导人确实凋零的差不多了，但是政权就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南方的资本主义余孽手里。这帮人的做法与北方的开国功臣正好相反，他们是疯狂地给经济之花浇水施肥，让它不可遏制地疯狂生长，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社会主义力量被削弱，国家不可避免地向传统资本主义道路迈进。他们没有办法像当年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那样，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小心翼翼地开着中国这条大船，在历史的激流浅滩中航行。与之相反，越南的政府高层那是划船不用桨，全靠浪，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越南在政治上过度的早熟。这种早熟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民主政治，而这也就是某些公知口中越南所谓的先进性。其实这哪里有什么先进性啊？后发国家想要超越先发国家，那就必须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产业突破。过早的民主化反而会分散政府的力量，拖累自己发展的步伐。越南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没有资本主义的命，却得了资本主义的病，选择了一套完全不匹配现阶段发展的政治架构。四驾马车互相制衡，资本无序发展。虽然吃了一波产业转移的红利，但面对美国的收割毫无抵抗能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没有投入产业升级，反而落入了华尔街那帮人的口袋里。这样的国家又能有多少发展的前途呢？大家要清楚，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想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后来居上，抗击美国的金融收割是一个必要条件。在当今世界的众多工业国家里，除了那些牺牲主权向美国获取发展空间的国家之外，只有中国这种体制才能在没有牺牲主权的情况下实现后发崛起。越南号称社会主义的门徒，它在制度上本来跟我们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事实上，革新开放的前半段就是照抄中国来的，但是到了后半段就有点失控了，以至于变成今天这种四不像的局面。想要挽救危局，在笔者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效仿中国。那么，越南有没有可能在政治上拨乱反正呢？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过去20年，越南之所以会在民主化的邪路上越走越深，除了老一辈人物的凋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南方跟美国的绑定过于深入。但是随着美国日益衰落和产业链转移，越南跟中国现在的绑定日益紧密。相对而言，以阮富仲为代表的北方派将会在政坛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这一派的政治势力至今都还坚守着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传统，如果他们能够重新掌握话语权，说不定可以纠正现在越南这种四不像的政治风气，重新带领国家进入发展的正轨。最后，我们再来从经济角度上分析一下越南的发展上限。在19世纪的时候，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经做过一个惊人的预言，他极具前瞻性的判断20世纪将是美国跟俄罗斯的时代。要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大英帝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巅峰期。此时的美国只不过是一个偏居于美洲大陆的二流国家，根本上不了列强的餐桌。至于俄罗斯，当时还停留在农奴制时代，还是欧洲大陆最落后的国家。那么托克维尔为什么会说出这种大胆的预言呢？那是因为他综合大航海之后人类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得出了一个经验，那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链将会越来越细化。
而产业分工所需的人口也将会越来越庞大。像英国、法国这种有着先发优势的国家，终将会被抛弃在历史潮流之后。只有像美国、俄罗斯这种人口过亿的国家，才能扛起下一个时代的大旗。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托克维尔的前瞻性。然而历史发展到了今日，像美国、俄罗斯这种人口过亿的国家，也已经无法满足产业升级所需的人口了。在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前，美国只能选择让全球几十亿人口进行产业分工，才能够满足这种需求。在笔者看来，全球化只不过是人类工业史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当中国入世之后，它就注定要结束了。这几十年来，中国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各种产业链拼了命地往自己怀里搂。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建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国家，这种趋势还将会继续持续下去。以越南的人口规模，就算我们让它去承接产业链，它也吃不下呀。中国把全球化推向巅峰，但它也必将是全球化的终结者，下一个时代的产业链主导权终将落入中国手上。说到这里，很多人会拿印度来说事。没错，在当今世界的诸多国家里面，就只有印度跟中国有这样的发展潜力。但印度的短板，我们前面说过，它在地缘上被中国克制得死死的，它的发展上限不可能太高。所以未来能主导世界产业链的国家，尤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某些人不要痴心妄想了。越南过去依附美国那套过渡性的全球化体系获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它接下来只能依附中国发展，成为中国产业链向外延伸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就算有心要跟中国切割，它也没能力做到。既然无法跟中国切割，那它就必然要受到上游产业链，也就是中国方面的影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它的发展命脉就在中国的手里啊！中国想要对付它，甚至都不需要搞地缘冲突那么粗暴，只要像今天美国制约中小国家那样制裁它，就能让它痛不欲生了。说了越南这么多不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它的长处吧。未来产业链发展的格局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以东亚、东南亚为核心的东方经济区，将取代以欧洲、北美为核心的大西洋贸易区。而越南这个国家文化上进中国，地理上进东南亚，它必将是一个连接东亚跟东南亚的纽带，在新时代必然十分吃香。只不过取代中国嘛，就不要痴心妄想了。